先说一下，今天是来苹果店等人，然后来早，正好碰这个活动。我想就是有一个现状，咱们国家就是说，对这个独立电影感兴趣的人，可能在大荧幕上可能很难看到这部电影。虽然在国际上获了很多奖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要想买这些片子，好像就得上淘宝上去淘。我想问一下，英兰导演对这个现象是存在什么看法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个英兰导演有没有就是向大荧幕进军的这个计划？就是我自己是挺满意放映情况的吧，因为我很多导演，包括其他艺术作者的话，其他门类的艺术作者的话，都会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和受众吧。但是我还好，就是我都挺能接受，就觉得不太重要有多少人看我的片，因为我也没把自己片看特严重，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什么。跟社会环境、跟那个城市有很多关联吧，但是实际上只是因为我的个性、我的成长经历和近几年的生活经历，导致于我喜欢去关注周围的环境啊、社会问题啊。但是归根到底，这是我自己的私人啊，或者说我个人的选择而已。那么如果我喜欢关注的是青年人的感情，或者说关注同志恋爱，像以前来的崔老师、崔子恩那样的话，那我也会去拍那个。那所以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。而同时，我认为影像，尤其拍到现在的话，我觉得影像对社会的影响和对别人的影响非常非常有限，或者说几乎没有。那特别无力的一个东西，如果把做一个个人的表达和社会和受众把它分开的话，我觉得挺理想，或者说我觉得挺正常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哈，就是如果要看的话，其实大屏幕的话只有一些影展，就中国的话，比如说宋庄的影展，那很少，这样机会特别少。那么还有就是你说的上网去买，还有在线的看啊 ，BT 和 email 的下载啊，所以这些我自己是接受的，而且我也觉得挺好。就这个另一半刚刚发现有开始盗版，就我觉得挺好，就是说会能够满足很多想看的人能够去找到它就可以了。我并不是特别看重我自己拍片子和怎么去传播，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心态吧。如果我自己特别看重的话，就会向大屏幕进军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计划，然后要进入一个相对工业的售卖体系。那这不是我喜欢的事，就是我喜欢跟电影有一种很朋友的私人关系。如果它变成一种跟我有利益交换，或者说我有求于他，他有求于我，我都觉得不喜欢，我可能就去做别的事，我就不去做跟影像有关的事。那么现在我做的任何一件我喜欢的事情，都是跟影像有点关联的。比如说刚才积极谈到了办影展啊，然后我在宋庄帮忙教一个书啊，包括我现在拍片，其实都是一种没有经济诉求的这样一种行为。所有的有经济回馈，就是这些回馈都是很偶然的，都没有一种目标和体系去做到这件事，只是偶然的一种状况。那么我觉得也挺好，要么就给别人做义工，要么就给自己做义工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所以我劝告做独立要做地下剧情的同学，当时积极说在重庆，我说你们最好别做，就是不太，就是它太多困难，它有太多要求，然后会造成太多误解。刚才您谈到，就是说您的这些片子主要说的是北美的市场，所以就是说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，是否考虑到迎合北美，就是国外观众的需求，因为他们毕竟可以给您提供一些的资源。所以这是我拼命抗拒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刚才提到北美只是其中之一吧，因为影展是全世界都有的，北美是正好这个活动是一个在纽约做发行的公司联系，然后我来放映一下，跟苹果这个单位有一个合作。那么你提到的这个心态，提到的这种诉求性的改变，那肯定是我拼命想抗拒的。所以我说，我跟很多比如说基金机构或者说单位之间只是一种普通朋友，
我也愿意保持一个普通人，就像一个影评人和我，如果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、尊重自己职业的一个影评人的话，那肯定要跟我这个作者保持一个普通朋友的关系。